官司的事情，謝謝你了。不必，你出钱我办是应该。我还挺喜欢你的。Hell no！ 你不喜欢我，你喜欢季白剑。这件事也要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们两个还不知道拖多久。哎，我真的接受不了你们两个人磨磨唧唧的死鸭子嘴硬。你说都互相喜欢，为什么不能大方承認？不过宋小姐，想给你个忠告：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睡觉。哎。这帐篷有点小啊，是按你身高买的，这根本就躺不下呀。先叫自己买睡袋去，实在不行出去睡。芝芝，太好了。你就别瞎操心了。宋总，集团的叶总来了，要见你。他怎么来了？小宋总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叶叔叔，哎，挺好。怎么样啊？你这个新当的总经理感觉如何？一切都挺好的。哎，别站着呀，来坐下聊。芝芝啊，我跟你老爸呀是多年的兄弟啊，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尽管跟你叶叔说。说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可以直说。你看这丫头啊，真的是虎父无犬女。我听说群星珠宝被骗了，这个资金链出现问题了，是不是？确實，您的消息可真是靈通啊！這麼大的事兒，你怎麼不跟我說呢？啊，這不還是把咱們當外人了嗎？葉伯伯，您的意思是，集團那邊會為群星珠寶出資？那必須的呀！於私，芝芝是我看着從小長大的，我豈能袖手旁觀呢？於公，群星珠寶，畢竟是集團的一部分。集團怎麼能夠見死不救呢？所以剛才我出來之前，我就去財務總監那兒看了，盤了一盤集團的資金。好，這一問才知道，集團現在也是捉襟見肘啊。說，能理解，沒事兒，我們再自己想辦法。我還沒說完呢，你說我打拼了這麼多年。手裡也攢下個幾千萬，以備不時之需的。嘿，我現在身體這麼硬了，一時半會兒還用不上。你們先拿去用啊，雖說不能夠徹底的解決問題，但至少能夠解解燃眉之急。啊，那謝謝叔啊。芝芝啊，這個叔最近也遇到了一些麻煩事。這個集團馬上要上市了，你們都知道啊。你那個老爸，遲遲的不肯在股份調整方案上簽字，這是上市的這個日子啊，一拖再拖，股東們意見都很大。就算叔求你，去做做你那個老爸的工作啊，讓他在調整方案上簽個字，
集团就要他20%的股份呐，就20%。叶伯伯，宋爸爸不签字，自然有他的苦衷。我们这些做晚辈的，属实也不好说。叔，你刚刚说了，那钱可是你应急的钱，我要是真拿了，可太不懂事儿了。你们想过吗？这一旦资金链断了，对集团和企业是多麼大的危害呀！哎，你不用送，芝芝啊，好好想想啊，考慮好了隨時來找我啊。走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哎。叶董，这姑娘和她爸一样啊，一个倔劲儿。好啊。芝芝，我们约见的职业投资人到了，走吧。宋总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徐总，您客气了。您在投资界的履历这么亮眼，在投资界没有人不知道你的名字。宋总过奖了，这群星珠宝的事情啊，我已经很清楚了。想必两位现在正在为资金的事情犯愁吧？我有足够的资金，可以帮助你们度过这一次现金流的危机。徐总特地过来帮忙，想必是有什么条件吧？这次帮助群星，我希望两位可以给我15%公司的股权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已经提前拟好了投资协议，两位看一下吧。叶太婷这个老狐狸啊，张嘴好意思要20%。他太逗了，竟然让我去说服我爸签字，他以为我忘了他在医院里跟我爸那个聊天了吗？这么对比下来，徐鹏飞的条件相对合理一些。现在集团的资金吃紧，如果我们找不到其他的投资人，那徐鹏飞就是群星唯一的希望。还好我们留了些余地，等到财务和投资部门的分析报告出来，我们再做决定。芝芝，你现在是公司的代理总经理，群星下一步命运的选择，只有你能做。我知道你的担忧，可他就算拿走了15%的股份，他依然不是最大的股东，他没有核心控制权。我们现在也没有谈判的筹码，所以哪怕是賊船，我们也只能賭一把。我们不能让自己先溺死在海里。比起把这股份給葉太婷，我更願意賭一把。喂，芝芝，不管你做什麼決定，先不要動。和徐鵬飛的合同你先不要着急簽，我現在過去。我已經在路上了。哦，好。子明哥，我得先回去一趟，白健有事要找我，咱們先別動。好。你看這個。
這樣我就串起来了。原来是聂文芝一開始就套走了公司的制作资金，讓公司的财務出现問題。这个时候叶台挺出来趁虚而入，让我爸让走股份。我爸不给，他就派徐鹏飞出来投資。叶太挺這種老狐狸，這是他慣用的伎倆。那我們現在怎麼辦啊？我問了季紅財務那邊，他們還在開會討論。沒關係的，我們可以解決的。這麼多年，大風大浪我們都經歷過了。我爸說他有一個辦法，可能會幫到你們。他的意思是，季紅集團和群星珠寶聯合成立一個基金，以基金的名義去投雀鳳系列，解決資金問題。但這樣做有個前提是，我們要為雀鳳成立新的公司，設計團隊也要暫時轉去新公司，完成雀鳳的運營。我覺得這個辦法是能解決問題的，但是我覺得我爸不會同意的，因為畢竟群星珠寶是他的心血。我明白。先問問宋叔的意見吧，看他怎麼想。嗯。叶台挺想要通過變更股權結構，搶走我們宋家的利益，這一定是他蓄謀已久的。他找了徐鵬飛出面假意投資群星珠寶，實則企圖控制公司。難道一直以來的幕後黑手就是他？葉董，徐鵬飛到了，叫他進來。對不起啊，葉董，我本來已經說服宋芝芝跟我們合作了，可不知道為什麼，在這個節骨眼上他突然變卦了。這各種緣由我也是在調查，不過我了解到這事兒可能跟季白金有關係，是他讓宋芝芝改變了主意。看來季家這是誠心要給我搗亂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葉董，我有個事兒跟您匯報一下。說。我之前查到，季白間特意跑到意大利去調查原石的事情，看來他們不是針對咱們，擺明了是懷疑宋山呢。但是這件事兒一直沒有擺到明面上。說明他們的疑心一直存在。依我看，有可能季家對他們這樁婚事的態度，並不是我們想的那麼簡單。看來，這要牽出那件陳年舊案了。深海之瞳，在當年獲得了社稷大獎，那可真是好評如潮，訂單如雲吶。我們都認為大福珠寶可以借此機會邁上一個新的台階了，可誰成想，在出貨上市的時候，上好的原石材料全都被人給偷換了。剛好那段時間我不在國內，沒能及時發現，一時間所有的顧客都紛紛鬧上門店，要求退貨賠款。我們也是受害者啊！我們的原石被人給偷換了，我們一定會追查到底，到時候會給大家一個完美的交代。
從此，大福珠寶聲譽盡毀，資金鏈也全部斷裂。你母親一蹶不振，陷入抑鬱，直到老婆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宋山的群星珠宝却是蒸蒸日上，迅速取代了大福珠宝。恭喜宋山先生的销售额突破2个亿，让我们预祝群星珠宝蒸蒸日上。好，好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调查，当年的既得利益者是宋山，所以我现在最怀疑的人自然也是他。可这個老狐狸，這麼多年了都沒有讓我抓到一丁點兒的把柄。直到那批丟失的原石在他家被找到，露出了狐狸尾巴。可我也去國外調查了，當年提走那批原石的並不是他宋山。孩子，咱們季家的原石放在他宋家的倉庫裡，一放就是10幾年。你最好清醒一點啊！我和宋山之間，那可是殺妻之仇，不共戴天。當年若是他憑真材實料贏了我大福，無話可說。可他竟然用了如此卑鄙的手段。就是他逼你母親自殺。爸，子明哥，白洁說季紅集團可以施以援手，你們覺得怎麼樣啊？芝芝，我擔心的是，一旦這家公司成立，群星珠寶把資源全搬過去，一旦對方做什麼手腳，那群星珠寶就是他們的了。是啊，芝芝，我也是擔心這個。爸，你們的擔心我能理解，但是現在。我們完全可以確認，那個許鵬飛就是葉太庭的人。他們做了一個非常縝密的局，而且這個人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急迫。如果我們拒絕了許鵬飛，那他們一定不肯善罷甘休，接下來會給我們造成更大的阻礙。可是我們眼下已經沒有辦法再跟葉太庭耗下去了。如果資金的問題再不解決，那群星珠寶接下來會面臨的就是財物的收緊、裁員、節流。一步步走向更大的危機。你說的這些，我也都知道。可是把公司交給季家，我實在是不放心吶。要不這樣，咱們再找找，看看有沒有其他的資金願意出手幫忙，給到的權益都可以再商量嘛。我還有個事要處理，
這件事兒，咱們都再想想。芝芝，你为什么这么相信季白坚？相信只是一方面，最关键的是，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選擇了。我們現在不談工作，只談情感。我想勸你，感情是盲目的，它會蒙蔽人的雙眼。今天季白堅有個糾纏不清的前女友，他的好兄弟殷勤也是百花叢中過的花花公子。坦白來說，我不認為他適合你。子明哥，你值得最好的愛情，你應該被人一心一意捧在手心裡，一輩子。你怎麼了，子明哥？我和季白堅，我們兩個現在不是就是在談戀愛嗎？再說了，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敢欺負我，你懂我的，我肯定不會饒了他。這麼嚴肅幹嘛？張總，你要不要再考慮一下？群星珠寶不會讓你失望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們下次再合作。好吧。你这遇到再大的事也得照顧好自己的身體啊！你看把自己累的。我沒事兒，這些都不算什麼。現在公司情況這麼糟糕，資金缺口很大。本來我想注入一些外部的資金，可是我跟子明哥跑了一圈，都吃了閉門羹。你問你爸爸了嗎？他同意咱們合辦公司了嗎？我問了，他沒同意。建立新公司，宋山那邊是什麼態度啊？聽芝芝反饋跟我說，他還是有點猶豫。看來他還是對我有所提防。猜到了。即便你和他女兒訂了婚，他也不會拿你當自己人的。你和宋芝芝的關係是時候進一步了，跟他聊聊結婚的事吧。結婚？爸，你是想用結婚獲取宋山的信任，讓他同意把群星珠寶的核心轉給新公司？不止一部分，我的最終目的是要將宋山踢出局。希望你沒忘了我們接近宋家的初衷。當初讓你和宋芝芝恢復婚約，可不是真的讓你去跟他談情說愛的。這件事情的真正目的，你心裡應該很清楚。爸，雖然母親的死跟宋山脫不了干係，但芝芝是局外人，而且拿一個女孩子一生的婚姻跟幸福
去報上一代的仇，对他是不是太不公平了？不公平？那咱们一家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啊？这一切对于咱们季家来说就公平吗？他可是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失去最亲爱的人啊！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，我要让宋山亲身感受这么多年来我所经历的一切。是爸，你的感受我能理解，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的命运，我们不能。够了，季白仙，你给我听好了，现在是复仇的绝佳时机，我不会放手的。宋山的下场，那是他咎由自取。如果你觉得宋芝芝是无辜的，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在事成之后，他依然可以拥有他想要的生活。但是，如果他成为这件事情的障碍，那我不介意讓宋山也嘗一嘗失去至親的痛苦。這件事情沒有商量的餘地。季叔叔，您来了呀？芝芝，叔叔过来就是想请你吃个饭。哦，白坚呢？不用等他，我先接你过去，他一会儿就到。啊，好。侯秘书，看见你们宋总了吗？宋总被您父親接走了呀。如果他成為這件事情的障礙，那我不介意讓宋山也嘗一嘗失去至親的痛苦。小季总，有什麼事兒嗎？我爸去哪？晚上是董事長的私人行程。我問你他去哪兒了？他去和芝芝小姐吃飯了。季叔叔，你怎麼還看這種紙質的報紙啊？現在大家都用手機看新聞了。不習慣。咱們要去的這家餐廳比較遠，但是很有名。啊，好的。您好，您所撥打的電話暫時無人接聽。
從此刻開始就不關心，耳朵沒有在意想要的安靜，努力為誰改變，笑着哭着埋怨，也就是我該學會的滿足。說真的，我不在乎傷害了我的次數，所謂的真心付出，也許是我已麻木。說真的，我不在乎，就算是偏離了路，縱然是在為誰哭，哭輸給自負。